万万没有想到，原来黄芪和金银花才是绝配。老一辈人的做法不得不让人佩服，方法简单又实用，看完真的长知识了。可惜知道的人不多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鹏鹏美食房。首先准备一把黄芪，不需要太多，大约8到10克左右就可以了。黄芪它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材，平时很多人都喜欢用它来泡水喝。而黄芪在晾晒过程当中没有经过任何处理，所以用之前需要把它清洗一下，只需要往碗中倒入水即可。水这里我们一定要用凉水，然后只需要用力发财的手来淘洗一下黄芪即可。黄芪它的清洗时间不宜过久，并且水温不宜过高，否则就可能导致黄芪当中的营养成分流失掉。因为黄芪它的营养价值特别的高，它主要含有黄芪多糖、皂苷类成分，以及黄酮类成分和氨基酸等等。平时很多朋友喜欢用黄芪来泡水或者煲粥等等，淘洗3到40秒钟左右即可。最后用漏勺将黄芪过滤出来。黄芪它是根茎植物，特别的硬，如果泡的时间过短，不能将其成分释放出来。所以我们先准备一口砂锅，因为砂锅它不仅仅保温性特别强，还可以锁住食材中的营养成分，让食材均匀受热。先把洗好的黄芪提前放入锅中，然后往锅中加入水，大约在5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。建议使用纯净水，不要使用自来水。最后将盖子盖上，开大火煮黄芪。先将锅里面烧开，利用这个时间，咱们准备1小撮金银花，不需要太多。金银花平时有很多的朋友喜欢用来泡水喝，在我们农村其实是非常常见的，尤其是在田间或者荷塘边特别多。当然用之前也需要用水把它稍微洗一下，洗去表面的灰尘就可以了。这也是因为金银花采摘和晾晒没有经过处理，表面有很多的灰尘残留，所以我们在泡水之前也一定要给它洗一洗哦。洗上一小会儿过后，我们建议给它在水中泡上3到5分钟。泡好之后，把金银花捞出备用。最后再搭配上1小勺枸杞，大约在5克左右。枸杞大家都非常熟悉，一句话足以形容它的营养成分。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，无论营养价值有多高，我们也要给它清洗干净。洗枸杞建议放上一些面粉，然后开始抓拌。因为枸杞它表面凹凸不平，有非常多的褶皱，直接用清水是非常难以清洗干净的。而面粉它的吸附作用非常之强，可以很好的把枸杞表面缠到的灰尘给吸附出来。这里可以很明显的看见，稍洗抓洗了一会儿，里面的水也已经变得特别的浑浊了。看过这个清洗过程以后，枸杞还敢直接使用吗？抓洗好之后，将浑浊的水给倒掉，再次加入水，把枸杞淘上2到3次，直到里面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好枸杞之后，先放在一旁备用，直到锅里面烧开。
而现在锅盖上特别的烫，因此要用毛巾包裹起来开锅。你会闻到特别浓郁的黄芪味道。可以看见水的表面已经浮起了黄芪当中煮出来的成分，当然还远远不够。这时候就可以把洗好的金银花放入锅中，然后是枸杞也倒入锅中。这里可以用勺子给它少许搅拌搅拌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易，请用你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，你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，谢谢。后再次盖上锅盖，这里我们可以转小火，用小火给它煮上12到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煮的时间饱了过后，关火，再用同样的方法将锅盖揭开。揭开的一瞬间，你会闻到特别浓郁的香味，并且也可以很明显的看见里面的水也已经被熬制成棕色。这就说明，不管是黄芪、金银花以及枸杞当中的成分已经被熬煮出来。最后只需要把熬好的水给它盛出，然后倒入杯中，最好是连锅里面的食材一起倒入，因为我们将里面的水喝光之后，食材也可以再次用开水来给它泡上2到3次，这样也是可以的。最后我们只需要将这一杯水给它放置不烫嘴，或者放凉来喝都是可以的。当然呢，有的朋友也喜欢趁热喝，因为趁热喝它口感会更好。个人也建议趁热喝。不要小看这一杯水，虽然说里面的食材只有金银花、枸杞和黄芪搭配，看似非常简单，但是作用却非常的不简单。里面所包含的是老一辈们留下来的智慧和结晶。坚持这样喝一段时间过后，会给你带来大大的惊喜与不同的发现。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也已经知道了这一杯水的作用了，你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分享出来。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们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